阴道这个干涩这种病呢，看上去是小病，但是呢，对人的伤害是很大。它不仅影响到女方，还影响到男方，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。这个病，你如果看很多媒体的话，好像看上去挺好治的。实际上，我虽然看的不多，这种病人我只接触过几个，但是这种病是挺难看的。我都是花了几个月才把那个激素停掉，然后呢，那个中药也停掉，要几个月，真的要几个月，没那么好治。这种病呢，它一般呢，按中医来分呢，它分为那个偏热、偏寒，只有两种。这个偏热呢，也是肝呢比较实，血呢比较虚。偏寒呢，它是脾，它脾比较虚，然后血也比较虚，这是偏寒。但巧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西医治疗这个病呢，它两种手段呢，跟我们中医有点类似。你比如说一种呢，它是用那个雌激素的软膏，这个雌激素软膏呢，看上去好像是消炎症，然后呢，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偏热。这雌激素软膏呢，这个刚开始呢用的密集，那个每天弄个1次啊，2天1次啊，到后面呢用的少一点，1周1次啊，这种密度。然后呢，这个激素类药物大家注意，千万不能长期用，你必须呢通过中药来慢慢把这个雌激素软膏这个药把它停掉，然后你身体健康，那才算是治好。那西医呢，它还有一种方法呢，那个有点类似于那个我们中医所说的偏寒。偏寒呢，它用那个光谱照，就是镭射光进行照射。那个我呢，这个没用过，我基本上是雌激素软膏，然后呢，我配上那个经方来进行治疗，进行调理，然后通过经方呢，来把那个激素呢，来给它断掉。中药呢很简单，只有2个方子，你自己选。那个如果是偏热的呢，用一味叫加味逍遥散这个药，这个药里面呢，它有补血的，那个里面的当归啊、芍药啊，它呢还有一些祛湿的，然后对你胃口提升也很有帮助。茯苓啊、白术啊，还有一些祛热的，你比如说那个丹皮啊、栀子啊这一类的这个是当归芍药散。如果是你偏热的话，你就用这个。那还有一种呢是偏寒体质呢，你用什么呢？用当归健中汤或者是小健中汤，你去看。如果血虚的话，你给它加上个当归；那个血不虚的话，那你小健中汤。这种病人呢，往往要鉴于这种人的，他经常会有那种腹痛，然后这一类的。然后它呢里面实际上是桂枝汤改版，桂枝汤的它芍药加的多了，芍药多。然后这种用健中汤的人注意呢，往往这种人呢，他比较偏瘦然后呢，有时候看上去血虚呢，然后面色呢有点苍白，当然他还伴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症状。那主要的是那个你去看有那种偏寒的体质，那大家要注意，一定要通过经方来逐渐把那个西药的那个激素类药物把它停掉。这种病呢，一般真的要治几个月。病虽然轻，但是你不能掉以轻心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再见。